哎，大家好啊！今天有点晚了，不过呢，我觉得还来得及做这样一个节目，因为这两天呢，有人跟我说啊，一个视频很火，是讲的一个澳大利亚在中国的一个网红嘛，叫那个什么萌叔大卫哈。然后呢，他就拍了一个视频，他回到澳大利亚来，拍了一个视频，说这个澳大利亚怎么样不好，然后中国怎么样好，然后自由是 shit，然后有人给我看那个视频，这个视频待会儿我们还会放一些片段哈，首先呢，请大家猜一下我在什么地方。大家看出来没有？是吧？没有是吧？我转一圈啊！来，哎，是吧？我转一圈啊！来，哎，现在看到没有？看到我背后那个电线杆子没有？啊，没错了，这个就是这个大卫老师啊。大卫老师呢来的这个地方，这个海滩，呢叫做 Shelley Beach，Shelley 海滩。那么是在悉尼呢这个北岸。是一个很有名的叫 Manly 海滩的旁边的一个小海滩，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呢比较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避风港，避风港，然后水呢也比较浅，就是地方不大，但是呢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来玩，小孩子嘛，因为小孩子在这儿比较安全，而且更没有什么鲨鱼啊、风浪啊这些危险，所以特别适合家庭。哎，巧了，正好呢，大卫老师呢应该就是在圣诞节期间来这儿玩的。那么我们家呢也是这段时间来这儿玩的，说不定还一起做过邻居在这儿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卫老师里面提到的一些情况，关于呢就是说在悉尼在澳大利亚或者说在悉尼生活有多么不堪，我们来看一下。我特别想跟你们说一个事情，我待在中国比较长时间，我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有一个东西叫 reverse culture shock。I'm very used to the Chinese lifestyle about everything, and I came to Australia. I feel like it's very 不方便 you know. Like I'll give you some examples. Like 如果你在中国，if you don't drive a car, if you don't do a lot of things, if you just ride a bike, you can get anywhere. There's subways, everything. 但是在这儿啥都没有，我靠！如果你没有车，你要死了。没有滴滴 ，you can't go anywhere。今儿的 Uber， 我妈呀，1公里差不多20澳币，是100多人民币，我靠！去银行做一个东西，在澳大利亚，我靠 ，you need like more than 1 hour。在中国 ，I go to some 中国银行or ICBC or something，it's like 噔，再见 ，it's so quick。我特别，I really miss China，you know。And 还有一些，我觉得 like 美团，晚上我跟我媳妇儿 we hungry， we just 点美团or 饿了么 or something， 这儿我靠，啥都没有 ，you have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or you will just 死了。是说的呢，这些东西呢都对，其实都是没错的，但是呢，它每一点呢都有一些夸张或者说添油加醋哈，我们说添油加醋呢是故意的，夸张呢有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误解，但是我相信呢他是悉尼人，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误解。我们来说第一点吧，说这个交通，所有的西方国家大家都知道确实就是围绕着汽车来设计的，而汽车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其实就代表着自由，个体的自由。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再谈所以呢所有设施都是围绕这一点的，包括那个娱乐设施、交通设施。都是围绕汽车进行的，再加上大家知道那个悉尼呢，也算是世界的知名的一流的国际都市了。您知道悉尼有多少人吗？您查一下悉尼总共就500万人口，澳大利亚总共就2000多万人口，悉尼已经占了1/5了500万人口。当然这个悉尼是包括整个大悉尼地区不只是中心的那一块，就是我们游客经常去的那个地方。其实呢是包括大悉尼地区，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我没有跟上海比较过，我估计大概面积我感觉面积大概相当于上海的1/3到1/3样子。对，那么只有500万人，这个人口呢还是比较稀少的，所以一定是不可能像北京、上海那样进行那样的形成那样的那个人口聚居区的。所以呢，北京、上海那个方便呢，说老实话，那样的方便呢。就是给鸽子笼设计的，所有的西方国家呢都
他是抗拒把我们这个城市变成鸽子笼的，这是2种理念的啊。然后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情况大家不了解，为什么大卫老师对于这个澳大利亚这种情况呢，国情特别深恶痛绝呢？因为呢，他当初之所以去中国教书，就是因为他在悉尼呢这个牌照啊、驾照啊被吊销了，被扣分扣满了，吊销了。而在悉尼这边呢，其实呢扣分扣满以后呢，你还有一次机会，比如说好像是再接过一个再教育，还是简单考个试吧，然后重新再有一个分数12分，然后呢你就再扣满呢，可能要就是暂时吊销你几个月或者到半年。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卫老师这个驾照被吊销到什么程度，反正呢，他当时跟报纸讲，他就是直接吊销了以后呢，就决定出国去试试运气了，因为这样子他就悉尼几乎无法生存下去。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有点，大家知道啊，这个大卫老师的这个姓氏 Gulacy 哈 ，Gulacy，这个姓氏呢，大概率80%-90%的概率是个土耳其姓氏，所以呢，他应该是个土耳其的2代。或者3代移民，我估计是2代移民，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留学生呢，在这个悉尼、澳大利亚的这个车辆所有率其实是不高的啊。那呢，我相信呢，咱们这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啊，没有车也能够生存下去，而且生存的呢也还可以。很多人呢，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勤工俭学，都是除了学费自己靠自己挣的啊，包括我自己就有亲戚和朋友是这么做的，所以我相信呢，只要他们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呢，大卫老师一个本地人，而且是悉尼大学的计算机系的毕业生，悉尼大学啊，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的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呢，没有理由找不到工生存不下去啊。当然，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哈，这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嘛。大卫老师，但是最后呢，还是选择了去了中国教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卫老师呢这么痛恨啊这个交通部这么讨厌开车，因为他开不了，我估计他到现在都开不了，因为他可能这个驾照吊销时间久了以后吧，就是你要再弄的话呢，就可能必须要重新的去考试了。在这儿考过试的都知道啊。特别是你在中国开车开久了啊，你都知道，在澳大利亚开车呢，你要过驾照其实是很难的啊，考个3次4次的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呢，他估计也没打算再考，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卫老师啊觉得没车活不下去。另外呢，说说打车情况，他说呢是他的话里面说的是 Uber 的每公里是20澳元，我可以跟大家打赌啊 ，Uber 是没有这么贵的，即便是豪车。大家可以查一下。我简单扫了一眼，我没有仔细看。如果有说错的话，大家可以打我脸哈。即便是豪车，像法拉利也没有1公里20澳元的。当然了，它那个字幕里面呢，可能为了就是亡羊补牢一下，又说是起步价20澳元。我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起步价20澳元是有的，但其实只有最高档的豪车系列才有起步价20澳元。一般的车呢，就是大概的这个你起步加上4公里。大概是在9澳元到13澳元之间，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在北京、上海呢，这个起步价是多少钱，都是多少公里，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极个别情况呢，出现什么比如说特别大的天灾人祸呀，那么个别地区呢，那个 Uber 的价格呢它会这个弹性浮动的啊，到时候说不定会浮动到20元，这个就另说了。所以呢，可见啊，大卫老师呢在中国做这个网红啊，这个收入确实是不错啊。回澳洲来呢。我估计他之所以他又不开车，然后呢又在 Shelley Beach 呢，应该就是在这个北区啊，这个靠海的比较豪华的、比较豪的地方呢，租了一套这个 Airbnb 的，或者说住酒店啊什么的，然后呢没事就到海滩这儿来溜达，所以说不定呢现在呢上面这个房子里面哪个里面豪宅里面就住着我们大卫老师呢然后偶尔呢打个豪车出行一下啊，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然后我们再来说吃的问题。大卫老师说呢，首先他说他跟他媳妇儿平时在中国呢，晚上没事儿喜欢点个外卖啥的。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我们知道的，这个有孩子的人呢，不太，特别在中国啊，不太倾向于在外面吃啊，因为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情况呢，大家也不用避讳，我们也不用当外宾了。大卫老师呢生了孩子，而且据说还生了2个呢，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很令人敬佩的，就是非常的潇洒的啊。但是呢。我具体情况啊，其实，在悉尼呢这边呢，不是没有像什么滴滴啊、美团啊送餐，其实是有的。简单一个呢 ，Uber Eats 啊，就是 Uber 呢不但开车，他 Uber 司机呢他还帮送餐，这个是很常见的。那么其他还有很多像
然后什么袋鼠啊什么的，有很多这样类似的送餐的企业。然后用餐选择呢，其实还是比较广的对，即便你是华人呢，你不是华人的话，你更加啦，因为这儿的这个饮食的选择，澳大利亚悉尼是最多元的城市，饮食选择呢是，可以说独一，我觉得可能仅次于新加坡吧，饮食选择多样性然后即便你是华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送餐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大卫老师呢，应该是很长时间不到我们乡下来了。所以呢，一下子有点不知道乡下的美团怎么用回头呢可以，甚至可能连谷歌都不知道怎么用了回头呢我可以给您指导一下没关系。大卫老师还说到呢，在澳大利亚办事的效率很低这一点咱们也不讳言，确实是办事效率比较低。确实呢，在这儿呢，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呢，这个效率呢，特别是服务行业的效率呢，可能会比较的差一点，因为咱们说白一点吧。这儿呢没有这么多民工，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民工，没有民工给你驱使。然后就算是刚毕业的学生呢，也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他都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呢，对自己的权利呢都了解，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一点咱们不讳言，是有很多改善的余地的。但是呢，我觉得很遗憾，大卫老师呢他自己辩解说我不是为了什么中共在那儿背书我是只是描述一下我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呢这个是真的是无可厚非的。我看的时候，我其实也非常支持大卫老师表达这个观点，直到他最后说了那一句话：你们中国人真的特别 lucky。有好多人说但是 China is not a free country blah blah blah. That's a bullshit. What's the meaning of a free country?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word? This word means shit to me right now. I just care about convenience, relaxation. Oh my god. 他很开心因为这句话导致了他的，我们就说其实就因为这一句话导致了他的这个抖音账户呢，在一夜之间从50万涨到了100万粉恭喜大卫老师但是呢，您最后这句话 "Freedom is shit", right？ 大卫老师这句话呢，我其实也是特别理解他的。如果这句话他是用英语说的，但是呢，不同的是他是在中文的社交媒体上对着中国受众说的。如果他是用英语说的，对着英文受众说的，我觉得 This is a good joke. This is a good joke. This is a good shit. 这句话是非常的坦白的话，相信也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但是你是在中文的平台上对着一群中文的受众说，而中国人是不享有这些 freedom 的。你对着一些不享有 freedom 的人说 freedom is shit， 就好像是你在一个葬礼上去跟人说，哎呀，死了就是福早死早好大家应该开心嘛。您觉得是不是呢？同时呢，很多的中国人呢，为此纷纷叫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以前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呢发表一个毕业的感言，说我在美国感觉呼吸到了香甜的空气，然后呢被很多中国人一顿的吐槽，为什么呢？你这是辱华呀，你这是叛徒。那大卫老师现在也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当然了，他是用英文，是用自己的母语对着别国的人说的，但是呢，他因为别国的人是一些学英语的这个中文受众，所以他就相当于是，我就想象，相当于是一个中国人呢，到了国外去，用中文对着一群想学中文的受众说，中国是 shit。最后呢，我们的大卫老师呢，还义无反顾地表示要把孩子呢，从这个先进的高效的中国送回到这个低效的缓慢的澳大利亚来上学。好的，天色也不晚了，我要回去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卫老师呢，用他的母语聊两句Hi David, how are you, mate? How's your holiday? Now watch your video. I know you are a father, I'm a father, and I respect your preference of lifestyle. Okay, totally respect it. And I can understand why you think the Chinese one is better for you. Obviously, because of the being comfortable and relaxation, so you don't care about freedom. You know what? I know someone who also have the same preference, and we call them pigs. Okay, you little piece of
you're telling Chinese people who don't have freedom that freedom is shit. It's like telling people on the funeral that life is meaningless, life is shit. And death, we should celebrate the death of the people. Okay? Do you know how ridiculous that is? Little piece of shit. And your surname, I guess your surname is Gulassi, right? Gulassi, Mr. Gulassi. So I guess you or your father or your grandfather were from Turkey, probably? So you're lucky to be born in Australia, okay? Bu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ethnic origin with you, which are the Uyghurs. Millions of them are lock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ose so-called schools for re-education. Do you know that? I believe you know that. But you say nothing. And, oh, I guess, yeah, you have a school in China, right? I guess you lock your students up to teach them, to give them education, do you? Okay, that's not bad. That's not bad. You little piece of shit. Oh,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Oh, you kiss your mom with that mouth? No, I'm Chinese, remember? We don't kiss our mom or our mother-in-law, okay? So please don't do that. At least not behind your wife, okay? Don't do that. And you kiss your wife, Sammy? You kiss Ariel? You kiss your mother with that CCP ass-kissing hole on your face? Really? We all have children. We all have children, okay? Don't let them be embarrassed by yourself. And stop using your kids if you really want them to have a happy childhood in Australia, okay? Little piece of shit. 我靠. Happy New Year. Have a very happy kissing New Year. Thank you. A welcome home. Off.